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發。我最近越来越覺得，現在 AI 要生成一個好看的人，真的已經不難了。但真正難的是，這個角色能不能讓人記住，這是很關鍵的。因為很多 AI 角色就是第一眼看上去覺得還不錯，很好看，但是你看完3秒後呢，就會忘掉了。原因也很簡單，因為它只有一張好看的臉，沒有生活，沒有習慣，也沒有人設。所以今天我比較想測的不是 AI 能不能生出帥哥美女，而是它能不能把一個角色的生活方式一起做出來。我這次的流程很簡單，先用 GPT Image 2做一張9格分鏡圖，先把角色的一天或者角色的一個故事拆成9個畫面，再把這張分鏡圖丟進 Vido， 讓它照着這些分鏡去生成影片。而且這次我還會把聲音一起也寫到提示詞裡面，因為我覺得角色要成立不只靠畫面，像是衣架的聲音、喝咖啡的聲音、開門聲、網球聲、啞鈴聲、呼吸聲，這些東西一進來，角色才會比較像是真的活在那個世界裡。方案我看過了，沒問題。就按這個方向推進。今天就要，交給你了。那好，我們呢就直接開始實測。那今天所有的操作我都會在 Vido 上完成。首先就是用 ChatGPT 的 Image 2來做分鏡圖，9格的分鏡圖，再用分鏡圖來生成多宮格創作的一個影片。在左邊呢，也可以看到它有參考生視頻、圖生視頻、文生視頻。那我們就直接點開生圖。當然，點開工具，你也可以看到 Vido 它支援非常多的 AI 工具，可以說是一個全能的創意平台，像是動作控制、視頻對口型、風格轉繪，還有後面我們會用到的多宮格創作。OK， 那我首先想要做的是一個很典型，但是也很容易吸引人停下來看的角色，就是高級感職場女生。我會在參考生圖這裡給她一張角色參考。提示詞我是這樣寫的，請生成一張3×3的9格分鏡圖，主題是高級感職場女生的一天。那這裡會有一個默認的圖一，也就是在剛剛我上傳了我的角色圖之後，它這裡呢就會出現下面生成的圖片都會以圖一這個角色來作為參考。那我其實只寫第一句話就 OK 了，但是如果你對整體風格有要求，你就可以把它寫上，我要寫實的乾淨高級，有精緻生活方式的氛圍。那接下來呢，主角你可以介紹一下了，她是一位24到27歲的東亞女性，還有她的外貌描述，她穿着是以什麼色調為主的。再進階一點的話，我會把我想要的9個畫面都描述出來。這類型的內容為什麼一直會有人看？就是你一看就會知道，他這個角色不是只是長得好看而已，它是有一整套生活方式的。這種內容其實觀眾會很想看，因為它有一種很完整的想象感，而且我的角色非常有人設。那 Vido 這邊的生圖模型也是支援非常多選擇，那我就選 GPT 的 Image 2。清晰度這邊呢，我選個 2K， 當然你也可以選 4K。寬高比我就選一個橫屏，也就是我生成的圖，它會在這個16:9的尺寸裡面有9張圖，也就是9個畫面，它都會展示在這一張圖裡面。生成圖片的數量最多一次性可以生成4張，那我生成1張就夠了。OK， 直接點創作。這9個圖生成出來之後，我覺得其實已經蠻接近我想要的感覺了。你會看到它不是單純一張臉好看，而是真的有一整天的節奏在。從清晨在高級公寓主臥醒來，然後到衣帽間去挑衣服，再到站在客廳靠着窗戶講電話，出門上車進到會議室裡，下午再去高爾夫練習場，下午茶的時間，然後再到美容院，晚上回家吃晚餐。
其實這裡的人設已經很完整了，而且我覺得這張圖最重要的不是她漂不漂亮，而是你看完之後，你的腦海已經會自動補完這個人，你會覺得哦，他就是一個生活很有秩序、很有品味，然後工作跟生活都抓得很穩的那種人。這就是我剛剛有講到的角色，如果只有臉，你很快就能忘了，但是當他開始有生活細節，你就會比較能記得住。在右邊會有這張圖片的詳情，你可以重新編輯，也可以進行畫質增強，下載下來也非常方便。當然，這種做法也不是只能用在女生，男生角色其實也可以做，比如自律能力型的男生。先把提示詞刪掉，然後再把男生角色的參考圖放進來。如果你沒有想要參考的角色圖片，也可以直接用紋身圖片。提示詞的寫法也是一樣的，請生成一張3×3的9格分鏡圖。當然，你也不一定要生成9個，如果你只想要有6個畫面或者3個畫面也 OK。主題要告訴 AI， 它會更好的知道這個角色的定位。我要把它打造成一位自律健身男，整體風格我就會寫上像短影音平台上很有吸引力的高質感健身日常短片，不要油膩，因為我害怕它會幫我生成一個很油膩的一個角色。當你不想要什麼樣的風格的時候，你也可以寫上，比如說我就不要像誇張健美海報那種風格的，因為我會覺得有點不太貼近生活。同樣把他的年齡還有他的外貌描述都寫清楚。那接下來就可以把你安排的9個畫面都描寫下來。我這邊呢就有點跟女生這邊的畫面有點不一樣了。我會從她站在家裡鏡子前開始整理頭髮作為一個影片的開頭，然後她是穿着合身黑色短袖上衣的。接下來她會坐在桌邊喝咖啡，同時翻看一份財經報紙。第3個畫面我也會展示一下報紙的內容，那具體報紙的內容標題我也會告訴他說，就寫一個科技股回穩，市場關注本周財報，副標題是什麼？高端消費與健康產業需求持續升溫。就是你除了可以通過角色在動作在做一些什麼樣的行為，可以做角色的人設以外，你還可以通過他的周邊，比如說他正在看一份報紙，他看的報紙是什麼內容，就可以打造這個人設。再來就是他走進了高級的健身會所，他開始戴上了無線入耳式的運動耳機，還有開始進行力量訓練。訓練中特寫，這裡呢我特別會有一個畫面讓他帶到汗水、肩膀、胸肌、手臂、背部線條和專注的側臉，因為他就是一位自律會健身的男性。再到最後2個畫面也是表現他是一個生活很有規律的，他把工作跟健身跟生活打理得很好的一個人設。晚上回到家，他換上了乾淨舒適的淺灰色居家長袖上衣，坐在沙發邊看手機。那第8個畫面呢，我也有一個手機訊息展示，就像剛剛展示了報紙的內容，那手機訊息的內容呢也可以打造他这個人設。像是我就會這麼寫，手機使用來風格的聊天界面，對話對象的名稱我也寫出來了，叫 Amanda。 訊息的內容是明早7點半會議照常嗎？男生回答照常。 Amanda 就說簡報最後一版要今晚整理好嗎？明早7點半會議照常，簡報最後一版今晚傳我就好。 Amanda 收到，我整理好再發你。最後就是他放下手機，走到陽台邊，安靜的看着夜晚的城市夜景。 OK， 其他的設定沒有變，同樣點創作。9格圖角色一致性維持得非常好，而且可以看到報紙上的文本還有手機上的聊天內容，它都非常的清晰，沒有出錯。OK，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始做影片。那今天呢，我就點開工具這邊，是一個我覺得比較新而且比較省我們時間的一個功能，叫做多宮格創作。它會把多宮格的分鏡呢創作成一個爆款的短片，直接點開。OK， 在上傳文件這裡，把我做好的9格圖上傳過來。提示詞跟剛剛做圖片的時候其實是很相似的，也是讓它根據圖1的9個分鏡生成一支短影片，主題是高級感職場女生的一天。那我們可以把這個圖1放到這個位置，
因為我要在一個短片裡面展示9個畫面，所以我會告訴 AI 影片節奏要快，但是要順。每個畫面我也幫它分配好了，大概是1.5到2秒的時間，再把1到9個畫面我想要的一個畫面場景描述出來，讓它照着這些分鏡去跑影片。而且我這次不是只丟畫面而已，我還把聲音一起寫到了提示詞裡面。对白要非常少，只在必要鏡頭出現。電話段落，也就是女生的這個第3個場景，只說一句話：好，3點前發我。再到會議室段落，也就是第5個場景，他會說這版先過，細節再確認。而且他是對着跟他一起開會的人去說這個話的。語氣自然利落，因為像這種角色塑造內容，畫面只是一半，真的讓你覺得它活了的感覺，其實是那些環境音，像是房間裡很安靜的早晨感，衣架和布料摩擦的聲音，電話講話的感覺，車門開關、翻文件、揮桿、杯盤碰撞的聲音，這些聲音一進到影片裡面，整個角色就會立體很多。那背景音樂呢，我也讓它使用了低音量、柔和、有質感的輕音樂，不要蓋過環境音和短對白。OK， 再往下，宮格數跟着我的圖片來，9格。短片時長我就選15秒，清晰度最高可以選 4K 畫質。寬高比這邊因為是短片，我就會選一個手機屏適合的9:16。OK， 點創作。OK， 生成影片的時間會比生成圖片的時間稍微長一點，大概要3到5分鐘。那這裡呢，就是我們剛剛給到它的圖片，因為我要生成的一個豎屏的影片，所以它會根據我這個橫屏的9格圖來生成一個豎屏的9格圖，也就是對應的這個同樣的畫面，然後再去按照我的提示詞來制作影片。點開一起看看。好，3點前發我。這版先過，細節再確認。畫面的質感有出來，而且它成立得很好，像一開始在床上醒來，到衣帽間挑衣服，再到客廳講電話，這幾段其實已經有那種高級感、生活流短片的感覺了。再到出門上車那一段，也比我原本想象中要穩得多，因為這種走向車上車的畫面，如果它的空間關係不對的話，很容易看起來就像是在下車。但這次其實我還加大了難度的，我還讓他有一個司機站在車門的旁邊，他整段跑出來的感覺是順的，後面進到了會議室，再切到高爾夫打球也都接得住。從家裡商務車、會議室、高爾夫、下午茶，再到家裡晚餐，角色都很穩，一致性保持得非常好。AI 是可以把一個生活方式型的角色做成立的。9格分鏡圖来立角色很好用，不過這支影片也刚好讓我發現了一件事，15秒真的是很吃內容的密度。如果你不想要內容被壓得很短，你也可以只做5到6個最關鍵的場景，讓短片把你最想要表達的內容給講細。圖片還是同一張圖片，提示詞呢就改一下，不需要用到9格了。你想要做哪幾格分鏡圖的影片就寫清楚，請根據圖一的前6個分鏡圖生成一支短影片，主題是高級感職場女生的一天。那下面的一個影片的節奏呢，也可以說一下，因為我現在只做了6個畫面，那每個畫面的時長就可以多一些。同樣的，你在下面就只需要描寫6個畫面，你想要一個畫面的場景就 OK 了。這次我就沒有給他規定對白，我看看他會給我說一些什麼樣的對白出來，我只是要求他語氣要自然利落，不要像演講。那環境音也是一定要生成的，其他的設定都沒有變。點創作。方案我看過了，沒問題。就按這個方向推進。
其實我感覺讓 AI 自由發揮，他說的話反而更加自然，更加符合我這個場景。那從角色塑造的角度來看，我覺得這支女生的影片已經有做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你看完會知道她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她不是一個單純的 AI 美女，她是一個有生活方式的角色。這點我覺得在做角色影片的時候是最重要的。男生這邊的操作呢也是一樣的，請根據圖一的9個分鏡圖生成短影片，主題是自律健身男的一天。同樣，我會把每個场景我想要表達一個什麼樣的內容畫面會寫清楚，然後再就是這段場景裡面有的聲音。這段場景呢就只有環境音了，就是衣服聲音、咖啡杯的聲音、翻報紙的聲音、健身房的環境音、耳機觸碰聲、護腕聲、啞鈴聲、器材聲、呼吸聲也要有，因為他在健身。還有因為我有個手機訊息畫面的展示，所以我也會提到這些很細節的地方，手機提示音、夜晚城市遠處的聲音。同樣生成寬高比9:16的短影片，點創作。OK， 我主要看幾個重點。首先，當然還是動作有沒有自然，因為健身這種內容最怕動作怪怪的，只要器材的方向不對，手的位置不对，觀眾可能一下就看出來了。那第二點，我覺得是身材展示有沒有做到位，因為健身的內容本來就很吃肩膀、胸、手臂、背這些線條，這些地方拍得越自然，越能吸引觀眾。那第三點就是這次我特別加進去的文字內容的展示，報紙標題和手機訊息，我自己覺得這兩個東西其實是很有意思的，因為它不只是在測 AI 能不能做出來這個畫面，它也在幫這個角色加深了人設。其實也可以做比較像短影音動畫 IP 的題材，比如貓咪主管跟柴犬實習生。那如果你有參考圖片，或者貓咪的圖片，或者柴犬實習生的圖片，你可以用參考生圖來做9宮格的圖像。那如果沒有的話，可以直接紋身圖片。提示詞，請生成一張3×3的9個分鏡圖，主題是如果職場同事都是動物，貓主管與柴犬實習生。整體的風格是高質感 3D 動畫短片，角色我要它可愛，但是不要幼稚，有辦公室的喜劇感。接下來就是我的影片裡面有的哪些角色的一個角色設定。貓主管是一隻穿深色的西裝的橘貓，優雅淡定，但是它很會偷懶。柴犬實習生穿着襯衫和小領帶的柴犬，表情認真緊張和努力。那我也給他安排了9個畫面，分別是什麼？橘貓主管端着咖啡走進辦公室，柴犬實習生抱着一大疊的文件，急急忙忙跑過來。電腦螢幕特寫，今日18點截止。柴犬實習生睜大眼睛，看起來很緊張。那主管淡定地坐下，又把一疊文件推向柴犬。柴犬愣住了，手上抱着更多的文件。他在工位上瘋狂地打字，旁邊的文件堆得很高。橘貓主管拿着公事包準時下班了，背影很瀟灑。最後一幕就是柴犬坐在辦公桌前看着螢幕。模型 GPT Image 2，然後清晰度還是選 2K， 那寬高比還是16:9，生成的圖片數量1張，然後點生成。我覺得這種題材很有意思，因為它不是單純做一個可愛的角色，它是有角色關係的，你一眼就看得出來誰是老神在在的主管，誰是快要崩潰的新人。這張9個圖出來之後，我其實覺得真的是很有內容了。這種東西為什麼觀眾愛看？因為它很有共鳴。你的故事可以是很寫實的，不管你有沒有上過班，你都看得懂他們的關係。它的故事結構表現得真的很清楚，而且有一個好處，就是每一個都只講一個動作，所以非常適合拿去做 IP 短片。動畫 IP 反而不用像真人角色那樣需要塞很多細節，它只要一個表情、一個關係、一個笑點，觀眾就會記得住。再回到多宮格創作，把這組貓主管與柴犬實習生上傳到這個位置，
然後提示詞是這樣寫的：請根據我提供圖1的9個分鏡圖生成一支動畫短片，主題同樣要告訴 AI。如果職場同事都是動物，貓主管與柴犬實習生。其實生成圖片用到的提示詞跟生影片的時候基本上沒有區別，但是你可以加上這一句：這是一支可以連載的職場動物動畫 IP。唯獨它是可以一起把情緒還有說話的內容都一起生成出來的。那我會在描寫完9個場景之後，再讓它把聲音生成什麼樣子的告訴 AI。辦公室的環境音、咖啡杯輕放聲、文件放下的聲音、電腦的提示音、鍵盤快速打字的聲音、柴犬緊張的喘氣聲，我也寫上去了。還有貓主管淡定的哼了一聲，辦公室的門打開的聲音。對白同樣的，我認為像是做短影音的話，我們的故事其實通過這樣的方式做9格圖之後，我們的故事是描寫得很清楚了，所以对白不需要太多。像是柴犬實習生，他會小聲的說：今天就要。橘貓主管淡定說：交給你了。OK，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的宫格數，你甚至可以生成16個畫面。OK， 其他的設定沒有變化，點創作。今天就要。交給你了。他的每一段都很清楚，橘貓主管登场，柴犬抱着文件，看到截止時間，表情崩掉。主管把工作又推了一些過去，柴犬開始加班了，主管卻準時下班。你會發現，這種有點像短劇又有角色反差的內容，真的很容易被觀眾喜歡。而且動畫的好處是什麼？就是你的表情可以更加誇張，情緒可以更加直接。像柴犬那種眼睛睜大，快要哭出來的臉，你一看就懂那種感覺。橘貓主管的那種反正也不是我在做的，淡定感也非常直接。这支影片如果拿来做成系列，我覺得是很有潛力的，因為它不是只有這一集，它是可以一直延伸下去。比如說下一集可以是貓主管開會，柴犬實習生報告，或者別的動物同事再加進來。如果你想做比較有連載感、比較像內容 IP 的東西，真的是可以在微讀試試，很容易就能做出角色關係和記憶點。要做出一個讓人記得住的角色，關鍵其實真的不是臉了，而是他有沒有生活、有沒有節奏、有沒有人物關係。先做分鏡，先把一集影片的內容、節奏和角色關係、場景怎麼過渡給規劃好，再去交給微讀去生成影片。這個流程其實會比直接用一張角色圖和一句話去生影片更加穩，這樣最後出來的效果影片呢，就比較像是一支真的是有內容的短片，而不是單純的 AI demo。尤其是如果你想要做的是短影音角色、系列內容，或者像是動畫 IP 這種可以一直延伸的東西，這種工作流程會更適合。相關鏈接我會放在影片下方的資訊欄裡，大家也可以自己試試看。那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邊，我是小發，我們下期影片再見，拜拜。好，3點前發我。這版先過，細節再確認。